2025年，中國不是創業難，而是活着都難。這一年，很多人不是失敗在創業路上，而是死在了以為還能撐一把的錯覺裡。辭職那天，你以為自己終於擺脫了內捲；轉賬那一刻，你以為是在給未來下注，直到最後發現這不是創業，這是返貧通道的 VIP 入口。如果你手裡還有幾十萬積蓄，還有一點不甘心，還在幻想做點小生意翻身，那你接下來看到的這返貧8件套，每一個都是已經吞過無數家庭的碎鈔機，不是嚇你，是已經有人替你交過學費了。第一坑，先從最體面的生意開始。你以為大酒樓倒閉是管理不善？錯，他死是因為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體面了。扎心真相，年輕人不結婚了，就算結也不進酒樓了。數據比情緒更冷血。官方數據顯示，中國結婚登記人數已連續8年下降。2024年，全國結婚登記僅610.6萬對，創下歷史新低。更致命的是，還願意結婚的人，也不願意在大酒樓辦婚宴了。草坪婚禮、森林婚禮、民宿婚禮，甚至麥當勞主題婚禮，正在把傳統酒樓的豪華大廳變成時代笑話。成本是第二把刀。以一線城市為例，商業區酒樓租金每平米130元以上，一個中型酒樓動輒幾百名員工。有老闆算過賬，每天睜眼固定成本4.5萬元。你還沒賣一桌菜，錢已經在往外流血。預製菜是最後一擊。最諷刺的是，消費者發現6000元一桌的婚宴，70%是預製菜，原料成本不到1500元。一句評價直接封喉：花大錢吃工業垃圾，我是冤種嗎？於是你看到5星級酒店擺地攤，老字號酒樓賣盒飯、滷味、快餐、夜市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這不是轉型，這是求生。第二坑，專門收割最容易被概念迷住的人。扎心真相，砍掉了收银員，卻請了更貴的程序員。無人零售曾經被吹成未來形態，巨頭入場，資本狂歡，一年開店上百家。結果到了2025年，亞馬遜關閉最後一家無人超市。你沒看錯，連亞馬遜都玩不下去，成本幻覺被徹底拆穿。一個15平方米的無人店，攝像頭、傳感器、AI 識別系統、後台算法、運維團隊，前期投入數千萬。更荒誕的是，所謂無人，背後是上千名人工遠程監控。科技，不是人海戰術穿了件科技外套。人性是無人零售的死穴。現實比 PPT 殘忍，偷盜率高達30%至50%，商品丟失、損壞，系統誤判頻繁，顧客投訴無門，消費者發現價格不便宜，體驗更冰冷。當經濟下行，人們要的是便宜、確定、有人兜底，不是被機器冷處理。無人零售的結局只有一句話：你以為你在壓未來，其實你在給概念當燃料。第三坑，曾經是最穩的現金奶牛。扎心真相，信息差沒了，暴利也就沒了。以前的眼鏡店，3年不開張，開張吃3年。現在呢，網上30塊，你敢賣300？消費者已經完全覺醒。醫院驗光，線上配鏡，快遞到家，一條龍把你繞開。數據不會騙人。過去幾年，全國眼鏡店數量減少約7萬家，是零售業中跌得最慘的細分行業之一。房租漲，人工貴，複購低，三刀齊下。有從業者說得很直白，現在開眼鏡店
不是創業，是給房東打工。你靠的不是技術，是消費者不懂。而當消費者懂了，你就該退場了。第4坑，專坑自認為看得懂趨勢的人。扎心真相，連1萬塊工資都發不出，還談什麼改變世界？2025年，第一批人形機器人公司正式倒下，有明星項目，融資數億元，發布會炫酷，媒體狂吹，結果成立5個月解散，員工集體失業，勞動仲裁都付不起。更殘酷的現實，2025年 AI 初創公司存活率僅 7%， 巨頭一旦免費開放同類工具，中小團隊直接變成棄子。技術沒錯，錯的是你以為自己能熬到商業化那一天。現實是，你連熬過工資表都很難。如果說前4個坑還需要一點認知幻覺才能跳進去，那接下來的4個幾乎就是為普通人量身定做的陷阱。他們不高端，不前沿，不需要你看懂趨勢，只需要你一句話，這生意看着挺穩的，然後你就完了。第5坑，快遞驛站起得比雞早，賠得比誰都慘。這是2025年跑路率最高、怨氣最重、哭聲最大的生意之一。扎心真相，你不是老闆，你是快遞公司的免費勞動力。宣傳的時候怎麼說？躺賺，穩定現金流，社區剛需。現實是什麼？派費一降再降，投訴一罰再罰，房租你掏，水電你交。全國超過18萬家快遞驛站，接近1半在虧損邊緣或已經虧損。算一筆最真實的賬，單件派費從 1.2 元、0.8 元、0.6 元，房租1個月5-6千是底線，人工不請人你扛不住，請人直接虧。有驛站老闆說過一句話，單子越多我越害怕，因為算下來是倒貼。為什麼突然成了跑路重災區？答案很簡單，平台開始收網了，快遞公司自建末端網點，算法流量優先給自營，第三方驛站只剩邊角料。於是你看到閒魚、58同城滿屏急轉甩賣，轉讓價1萬、2萬，那不是機會，那是前任在找替死鬼。第6坑，黃金托管你盯着利息，人家盯着你本金。這是2025年最血腥、最隱蔽、最容易傾家蕩產的一刀。扎心真相，金價漲了，店卻跑了；黃金大漲，普通人開始焦慮，錢放着會貶值，不如買點金。於是智慧金店黃金托管應運而生。話術統一，存金生息，全程透明，機器檢測，隨存隨取。結果呢？一夜關門，人去樓空。本質是什麼？說穿了就一句話：龐氏結構加加盟擴張，平台賺加盟費，加盟商賭金價，一旦價格劇烈波動，鏈條立刻斷裂。更惡心的是所謂檢測透明，初檢重量，容檢重量，經常對不上，有消費者直接崩潰，放進去68克，出來65克，我去哪說理？記住一句話，黃金只有握在你手裡才叫資產，放在別人抽屜裡那叫故事。第7坑，奶茶店創業者的絞肉機從不挑人。如果說哪門生意最擅長把普通人拖回原點，那一定是奶茶。扎心真相，90%的新手活不过半年。2025年一年，倒閉奶茶店15.7萬家，一條街10家奶茶，9家虧錢，1家在轉讓。為什麼這麼慘？因為你面對的是
極致同質化，極低複購忠誠度，平台抽成，房東收割。你以為你賣的是奶茶，實際上給外賣平台打工，給品牌方交加盟費，給房東交房租。最殘忍的一句話，很多店主都說過，熬過了冬天，卻死在了夏天開工前一夜。為什麼？因為忘記前要備貨、招人、培訓、營銷，錢剛砸進去，現金流斷了，你不是輸在淡季，是死在以為自己能等到旺季。第8坑，私立醫美忽悠不動了，清算開始了。這是最後一坑，也是最作死的一坑。扎心真相，暴利時代結束，報應時代到了。2025年1至9月，醫美企業注銷 1.2 萬家，平均每天35家關門，投訴量同比暴漲 200%。為什麼突然全炸？因為過去那套信息不對稱、過度營銷、虛假醫生、灰色藥品全部失效了。數據極其恐怖，合規醫美醫生約 3.8 萬人，非法從業者15萬人，合規機構 1.5 萬家，黑機構8萬家。也就是說，你走進一家醫美機構，踩雷概率遠大於踩對。消費者終於醒了。當女人們開始捂緊錢包，第一件事就是不再相信變美神話。當利潤壓過安全，當營銷壓過醫療，被市場清算，只是時間問題。結尾一句話送給還沒跳坑的人：2025年，商業世界已經很明確地告訴所有人，偽需求必死，跟風者必亡。靠信息差活着的生意正在被連根拔起。2026年不會更溫柔，只會更冷、更快、更狠。如果你還想創業，請先記住一句話：時代拋棄你時，連旺季都不會等你。